本章节要针对的是感应电动机的转子控诉法来做介绍。绕线式的转子电阻可以透过滑环以及电刷跟外部电阻来做连接。这个电阻的存在，除了可以让它有小的启动电流、大的启动转矩，运转过程中也可以借此来调整转子电阻、转子电压，或者是采用两机串联方式来进行转速控制。画面中看到的就是绕线式感应机的电路图。绕线式转子内部是采用 Y 型连接，而经由滑环及电刷再跟外部的电阻来做相连，借由调整这个电阻的大小来改变我们的转子转速。有感应机正常运转的转矩公式，可以知道 T 会约等于 K 倍的 R2 分之 SV 平方。当电源电压是定值，转矩也是定值的时候，可以看得出来转差率 S 跟转子电阻 R2 是正比的关系。也就是当我的转子电阻调大的时候， S 就会上升，转差率的变大造成转子转速的下降。若将转子外加电阻由0开始逐渐增加，转差率就会随之正比的上升，造成转子转速的降低。过程中转矩都是保持不变的，我们把它称为比例推移。观察画面中的曲线，当转子电阻越大，转矩转速的关系曲线就会越来越平坦，由无载到满载的转速变化就会增大，也就是电动机的定速特性会变差，造成速率调整不良。绕线式感应机使用这种转速控制方法算是比较简便的，不过它有以下的缺点以及限制。包含缺点的部分是，转子在外加电阻的时候，这个电阻身上会产生铜损，因此造成运转的效率变差。而且在负载轻的时候，转速范围会比较窄，无载的时候调速更显得困难，因此它只能应用在吊车、电梯以及卷扬机等地方。限制是只能适用于绕线式的转子感应机。以下我们来复习一个比例推移的计算题。有一台3相4级60赫兹的绕线式感应电动机，转子电阻是5欧姆，满载时测得的转子转速是1710 rpm。在负载不改变的情况下，如果在转子每项电路上串接5欧姆的电阻，请问你转子转速会是多少？那么依序我们先求出同步转速， Ns 等于 P 分之120F， 带入4级以及频率60赫兹，得到同步转速是1800 rpm。 接下来转差率的部分会等于 Ns 分之 Ns 减 Nr， 带入转子转速1710，同步转速1800，得到转差率是20分之1。那么可以得到依比例推移，原来的转差率分之后来的转差率会等于原来只有转子每项电阻，而后来多串了转子外加电阻。带入数字可以得到原先的转差率是20分之1，后来的转差率 S' 是未知数。原来转子每项电阻是5欧姆，后来的部分又串接了一个5欧姆的外接电阻，于是可以得到 S' 的大小会是10分之1。有了后来的转差率，就可以求出转子转速， Nr 会等于 Ns 乘上括号1减 S， 带入得到1800乘上括号1减10分之1，乘进去之后可以得到是1800减掉180，得到转子转速是1620 rpm。 第二小题的部分说，要使满载转速降为1350，请问你转子外加电阻要怎么调整？那么依序刚刚求出来的同步转速是1800，所以可以得到原先的转差率是1800分之90，而后来的转差率的部分要把转子转速修正为1350，所以得到 S' 会等于1800分之450。有了原来的转差率以及后来的转差率，我们可以把它带入比例推移的公式里面，得到1800分之90分之1800分之450，消掉1800之后，可以知道大小是5，这个大小会等于5分之5加 Rx，
因此可以得到外家电阻的大小是20欧姆。第二种控诉法是转子外加电抗。绕线式感应机的转子如果外加电阻，就会增加转子的通损，效率不高。所以通常呢，有些人会用电抗器来取代电阻器，借此得到相同的控诉效果。但是因为运转时转子频率 Fr 等于 SF 是一个很低的值，所以需要采用高值的电感量电抗器，这个造成电抗器的体积就会很大。第三种方法要介绍的是转子外加电压。我们从转子的滑环外加电源，不但能够控制转速，还能够改善供音。不过这个外加电源的频率一定要跟转子频率相同。当外加电源跟转子绕组应电室同向的时候，外加电源就可以提供能量给转子，电动机同时从定子还有转子的部分接收能量，转速就会增快。当外加电源跟转子绕组应电室反向的时候，外加电源会吸收来自定子的能量，因此造成电动机的转速减弱。这种控诉法的调速范围宽广，而且不会增加任何的功率损耗，效率也不会因此降低。这个章节我们介绍了各种转速控制的方法，但是并不是对每一种感应机、每一种负载情况通通都适用。有的方法会受限于电动机的构造而不能使用，有些则由于效率或者是经济观点而不被采用。所以要选择哪一种电动机，选用哪一种速率控制方法，都应该要观察负载的需求、电源供给的条件、成本以及维修等问题，做适当的评估后再进行采用。那么这个章节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。